麻药的劲儿还没完全散，我扶着医院走廊的墙壁慢慢走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，小腹传来隐隐的坠痛，不是很尖锐，却密密麻麻的钻心，提醒我3个小时前这里还住着一个小小的生命。我和沈一舟结婚3年才盼来的宝贝。出租车停在小区楼下时，天已经擦黑了，我掏手机付车费，屏幕亮起来，弹出沈一舟的微信消息，一条接一条，像催命符一样跳出来。微微一整天没吃东西，我带她出来吃点好的，桌上的外卖是给你的，记得热了吃。下午把次卧打扫出来，微微晚上要住，她怕黑。对了，我买的玫瑰花记得摆在她床头。医生说她心情好，对身体好。我盯着屏幕，手指冰凉，车窗外的路灯透过玻璃照进来，在我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眼眶突然就热了。原来她不是忘了我刚从手术室出来，只是不在乎而已。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熟悉的酸腐气味扑面而来，客厅的地板上还留着一滩没清理干净的呕吐物，褐色的痕迹粘在米白色的地砖上，像一块丑陋的疤。餐桌上放着一个孤零零的外卖盒，盒盖没关严，里面的小米粥早就凉透了，边缘凝着一层白霜。玄关的鞋柜上摆着一双粉色的平底鞋，鞋跟处还沾着泥土，是林薇薇的。我记得这双鞋，上周沈一舟还跟我说，林薇薇怀孕穿高跟鞋不方便，特意去商场给她挑的，花了她半个月的工资。那时我还笑着说她细心，现在想来，那笑容真是蠢得可笑。我走过去，拿起那个凉透的外卖盒，手指碰到和壁时，一阵寒意顺着指尖窜上来，突然想起到和壁时，一阵寒意顺着指尖窜上来，突然想起3年前的今天，也是这个时间，沈一舟捧着一大束百合站在我公司楼下，单膝跪地，手里的戒指盒闪着光。他说：“婉婉，百年好合，我想跟你过一辈子。”可现在他口中的一辈子里，挤进来一个林薇薇，挤走了我的孩子，挤占了我的家，连他曾经最不喜欢的玫瑰，他说玫瑰俗气，不如百合干净，都买来了却不是给我的。我走到阳台，打开窗户，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我打了个寒战。楼下传来汽车的鸣笛声，我探头往下看，正好看见沈一舟的车开进来，副驾驶的车门打开，林薇薇穿着宽松的孕妇裙慢慢走下来，沈一舟连忙绕过去扶她，手小心翼翼地护着她的腰，低头跟她说着什么，嘴角带着笑，那笑容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上次见还是我拿着孕检单告诉她我没有宝宝了的时候。我转身走进卧室，打开衣柜最下面的抽屉，里面放着一个红色的行李箱，是我结婚时妈妈给我买的，说以后回娘家方便。我把里面的旧衣服拿出来，塞进衣柜角落，然后开始收拾东西，护照、身份证、银行卡，还有几件常穿的外套，属于这个家的东西我一样都不想带，包括那枚戴了3年的婚戒。我把戒指摘下来放在床头柜上，它和那个凉透的外卖盒并排放在一起，像一对讽刺的摆设。最后路过客厅时，我看着鞋柜上那束娇艳的红玫瑰，花瓣上还带着水珠，却让我觉得刺眼。我走过去，一把抓起来，扔进了门口的垃圾桶里。玫瑰的刺扎破了我的手指，渗出一点血珠，我却一点都不觉得疼。手机又响了，是沈一舟打来的。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老公2个字，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关机键，世界突然就安静了。第一次接到沈一舟电话的时候，我正躺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孕早期注意事项的小册子，小腹还没显怀，但我总喜欢把手放在上面，轻轻摩挲，想象着宝宝以后的样子，会不会像沈一舟一样有双桃花眼，还是像我一样笑起来有个小梨窝。手机铃声突兀的响起，我接起来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沈一舟焦急的声音就从听筒里冲出来：“婉婉，快，你现在立刻开车来薇薇家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坐直身体，一周怎么了？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医生让我卧床保胎。保什么保？她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不耐烦。薇薇吐得昏天黑地，快不行了，她男朋友跑了，一个人在家，连床都爬不上去，你快去帮帮她。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，指节泛白。林薇薇是沈一舟的女兄弟，从穿开裆裤时就认识。沈一舟总说他欠林薇薇一条命，当年沈一舟酒驾被交警追的时候，是林薇薇替他顶的罪，还在看守所里受了伤，伤了子宫。后来医生说她很难怀孕。这些年林薇薇谈了几个男朋友，都因为不能生育分了手。每次她哭着给沈一舟打电话，沈一舟都会坐在阳台抽烟，一抽就是1宿，然后跟我说：“婉婉，薇薇太可怜了，我得对她好点。”我理解她的愧疚，可我不理解为什么她的好要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。一周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，我真的不能出门。医生说我胎盘低，容易出血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医生说我胎盘低，容易出血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沈一舟的声音，比刚才低了些，却更让人心寒。婉婉，薇薇这身体能有自己的孩子不容易，现在是她最难的时候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我咬着下唇，尝到了一点血腥味。那我呢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就不可怜吗？我们还年轻。她突然又激动起来，孩子以后可以再要，等薇薇的3胞胎上了幼儿园，我们再要孩子也不迟。3胞胎3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。我知道林薇薇怀孕了，沈一舟半个月前跟我说的，说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，像自己要当爸爸一样，可他从没问过我的宝宝好不好，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所以我的声音开始发颤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把我们的孩子打了，然后去照顾林薇薇？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沈一舟的语气里满是指责。我们是夫妻，我的事不就是你的事？薇薇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她的事就是我的事，那当然也是你的事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不懂事这3个字
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。结婚3年，我辞掉工作，在家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他加班，我等他到半夜，他妈妈生病，我床前床后伺候，从来没说过一句累。可现在，就因为林薇薇怀了孕，我就成了不懂事的人。沈一周，我攥着沙发的扶手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我肚子里的也是你的孩子。电话那头又沉默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婉婉，让我想想。”我还抱着一丝希望，也许他会回心转意，也许他会想起我们的孩子。可下一秒，听筒里传来林薇薇的呕吐声，还有他虚弱的哭腔：“一哥，我好难受，我不想活了。”我不想活了。沈一周的声音立刻就慌了，我甚至能想象到他皱着眉，急得团团转的样子。薇薇，别说傻话，你等着，明天我就让苏婉来照顾你，你别担心。啪的一声，电话挂了。我握着手机，坐在沙发上，直到窗外的天完全黑下来。客厅里没开灯，只有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的脸，小腹的坠痛感越来越明显。我慢慢蜷起身子，把脸埋在膝盖里，眼泪无声的掉下来，打湿了裤子。这个家好像早就不是我的家了。沈一周彻夜未归，我一夜没睡，靠在沙发上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小腹的坠痛断断续续的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梦里全是宝宝的哭声，还有沈一周冷漠的脸。早上8点多，门铃响了，我以为是沈一周回来了，连忙起身去开门，腿麻的差点摔倒。门打开，站在外面的却不是沈一周，而是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外卖小哥。你好，苏女士吗？沈先生订的蛋糕和鲜花，请查收。外卖小哥把一个精致的蛋糕盒和2束花递到我手里，一束是香水百合，一束是红玫瑰，花瓣上还带着水珠，看起来格外新鲜。我愣了一下，才猛然想起，今天是我和沈一周的结婚3周年纪念日。原来他还记得。手里的花束很香，百合的清香混着玫瑰的甜香飘进鼻腔里，让我紧绷了一夜的神经突然就松了些。也许他不是不在乎我，也许他只是被林薇薇的事情冲昏了头。昨天晚上我语气是不是太冲了？是不是应该跟他好好谈谈？我抱着花和蛋糕走进客厅，把百合放在茶几上，玫瑰好好谈谈。我抱着花和蛋糕走进客厅，把百合放在茶几上，玫瑰插在玄关的花瓶里。蛋糕盒打开，是我最喜欢的黑森林蛋糕，上面用巧克力酱写着“婉婉3周年快乐”。看着那行字，我的眼眶又热了。也许事情还有转机。我拿出手机，想给沈一周打个电话，跟他说声对不起，可还没拨号，门就被推开了。沈一周走在前面，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，林薇薇跟在他身后，穿着一件粉色的孕妇裙，脸色苍白，一手扶着腰，一手捂着嘴，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。沈一周几乎是半扶半抱着他，小心翼翼地往屋里走，生怕他摔了。一哥，我有点头晕。林薇薇靠在沈一周怀里，声音软软的，带着哭腔。没事，到沙发上坐会儿就好了。沈一周低头看着他，眼神里的温柔是我从未见过的。我站在原地，手里还拿着手机，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，刚才那点欣喜瞬间就凉透了，像被泼了一盆冰水。林薇薇坐在沙发上，目光落在茶几上的黑森林蛋糕上，眼睛亮了亮。一哥，这蛋糕是给我的吗？我今天早上没吃多少，正好有点饿了。沈一周立刻拿起叉子，插了一块蛋糕递到他嘴边，知道你爱吃这个，特意给你买的，快尝尝，还是热的。林薇薇咬了一口，笑着说：“真好吃。”一哥，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就想吃这个？你上次跟我说过，怀孕了就想吃点甜的。沈一周摸了摸他的头，像在哄小孩。我站在旁边，像个局外人。原来那蛋糕不是给我的，那婉婉3周年快乐也不是给我的。我就像个傻子一样，抱着一丝希望，以为他还记得我们的纪念日。沈一周，我尽量我们的纪念日。沈一周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发抖。你什么意思？沈一周这才好像刚看见我，他抬起头，皱了皱眉。婉婉，你醒了。我想了一个晚上，还是让薇薇过来住最稳妥。你照顾她也不用来回跑，省了不少事，省了不少事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沈一周，你没钱请阿姨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？我也是个孕妇，我也需要人照顾。而且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这是我的家，你让林薇薇住进来，问过我的意见吗？”苏婉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沈一周的脸色沉了下来。薇薇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你不知道吗？她怀的是3胞胎，医生说随时可能出事，让阿姨照顾她，我怎么能放心？我昨天就跟你说过，孩子会有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薇薇，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她的话像一把刀，狠狠扎在我心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把眼泪憋回去。沈一周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3周年纪念日，你非要在今天逼我打到我们的孩子吗？沈一周愣了一下，好像才想起这件事，他的语气软了下来，走过来想拉我的手。婉婉，夫妻一场，你就当帮帮我。这事是我不对，可我也没有办法。薇薇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能不管她，你就当帮帮我，好不好？一哥，你别跟嫂子吵架了。林薇薇突然拉住沈一周的胳膊，眼眶一红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来打扰你们。嫂子也是孕妇，我能理解她的心情，我还是走吧，我去住酒店。她说着就要站起来，可刚起身就突然捂住嘴，弯下腰，一阵干呕，紧接着哇的一声，她吐在了沙发旁边的地板上。
下腰，一阵干呕，紧接着哇的一声，他吐在了沙发旁边的地板上，酸腐的气味瞬间弥漫在客厅里，褐色的呕吐物粘在米白色的地砖上，格外刺眼。微微，沈一舟连忙扶住他，手轻轻拍着他的背，语气里满是心疼。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难受？林微微靠在他怀里，脸色苍白的像纸。一哥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反胃。嫂子怀孕本来就辛苦，我不该来打扰你们的，我还是去住酒店吧。住什么酒店？沈一舟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他横抱起林微微，径直往主卧走去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住酒店我怎么能放心？主卧宽敞，你住主卧。他抱着林微微经过我身边时，脚步顿了一下，头也不回地说：苏婉，快去拿抹布把地上擦干净。微微闻不了这个味道，会不舒服的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地上的呕吐物，又看着沈一舟抱着林微微走进主卧的背影，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凝固了。3年前的今天，沈一舟单膝跪地，给我戴上戒指，说要一辈子对我好。他说以后家里的脏活累活都他来干，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3年后的今天，他让我跪在地上擦另一个女人的呕吐物。我走进厨房，打开橱柜，拿出一块新的抹布，水龙头的水哗哗的流着。我把抹布泡湿，蹲在地上，一点一点地擦着地砖上的呕吐物，酸腐的气味钻进鼻腔，让我一阵恶心。小腹的坠痛感又开始了，比之前更强烈。我咬着牙，眼泪滴在地砖上，和水渍混在一起，擦了很久，地砖终于恢复了原来的颜色。可我总觉得那股气味还留在空气里，挥之不去。就在这时，主卧的门开了，沈一舟走出来，看见我还蹲在地上，皱。出租车停在医院门口时，我犹豫了很久，手放在小腹上，能感觉到轻微的跳动，也许是我的错觉，可我总觉得宝宝在跟我告别。我走进医院，挂了妇科的号，候诊区里坐满了人，大多是情侣或者夫妻，男人小心翼翼地陪着女人，手里拿着水杯和外套，眼神里满是关切。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角落，手里攥着一张孤零零的就诊卡。叫到我的号时，我站起来，腿软得厉害。医生是个和蔼的老太太，她看着我的孕检报告，皱了皱眉：姑娘，你这胎很稳，孩子也很健康，为什么要打掉？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医生，我想说我不想打，想说我老公逼我打，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，最后只是摇了摇头。我现在不想要。医生叹了口气，没再多问，给我开了手术单。进手术室前，我又给沈一舟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。沈一舟的声音很不耐烦：婉婉，你怎么还没做手术？微微都问好几次了，说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沈一舟，我哽咽着，我有点怕。怕什么？他的声音里满是敷衍，就是个小手术，很快就好了，你别耽误时间，微微还等着你来照顾她呢。啪的一声，电话又挂了。我握着手机，站在手术室门口，看着手术中的灯亮起来，突然就不害怕了，只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。手术很快，不到1个小时就结束了，麻药进而还没过去，我被护士扶着走出手术室，小腹传来一阵阵坠痛，护士递给我一张单子，姑娘，术后注意事项都在上面，记得按时吃。一周走出来，看见我还蹲在地上，皱了皱眉，动作怎么这么慢？微微都等急了，说想喝杯水，她的语气里满是嫌弃，好像我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慢慢站起来，腿麻得厉害，差点摔倒。我看着沈一舟，突然觉得很累，累得不想再争辩，不想再哭闹。沈一舟，我开口，声音很轻，我可以去打胎。沈一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脸上的嫌弃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轻松。婉婉，你想通了，我就知道你最乖了。他走过来，想扶我起来，我躲开了。等微微的3胞胎上了幼儿园，我们就再要孩子。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好像卸下了一个重担。要是你怕疼不想生，我们就去领养一个，让他叫你妈妈，好不好？我扶着墙，慢慢走到沙发边坐下，小腹的坠痛让我直不起腰，现在就去医院吧。沈一舟看了看表，才10点多，做完手术，下午你就能回来照顾微微了。他今天吐了好几次，肯定很不舒服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掏出手机，开始叫车。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，我看着这个曾经说要爱我一辈子的男人，突然觉得很陌生。沈一舟，我叫住他，他忙着在手机上选医院，头也不抬。你会陪我去医院吗？我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阵风。他手指在屏幕上顿了一下，刚想说话，主卧里就传来林微微虚弱的呼唤：一哥，我好难受，我想吐。沈一舟立刻转身，快步走向主卧。婉婉，微微离不开我，你乖乖自己去，我在家给你点外卖，等你回来给你补补身子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主卧门口，突然就笑了。他离不开你，可我好像从来都离得开。出租车停在医院门口时，我犹豫了很久，手放在小腹上，能感觉到轻微的跳动，也许是我的错觉，可我总觉得宝宝在跟我告别。我走进医院，挂了妇科的号，候诊区里坐满了人，大多是情侣或者夫妻，男人小心翼翼地陪着女人，手里拿着水杯和外套，眼神里满是关切。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角落，手里攥着一张孤零零的就诊卡。叫到我的号时，我站起来，腿软得厉害。医生是个和蔼的老太太，她看着我的孕检报告，皱了皱眉：姑娘，你这胎很稳，孩子也很健康，为什么要打掉？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
掉了下来。医生，我想说我不想打，想说我老公逼我打，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，最后只是摇了摇头。我现在不想要。医生叹了口气，没再多问，给我开了手术单。进手术室前，我又给沈一周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。沈一周的声音很不耐烦，婉婉，你怎么还没做手术？微微都问好几次了，说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沈一周，我哽咽着，我有点怕。怕什么？他的声音里满是敷衍，就是个小手术，很快就好了，你别耽误时间。微微还等着你来照顾他呢。啪的一声，电话又挂了。我握着手机，站在手术室门口，看着手术中的灯亮起来，突然就不害怕了，只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。手术很快，不到1个小时就结束了，麻药劲儿还没过去，我被护士扶着走出手术室，小腹传来一阵阵坠痛。护士递给我一张单子，姑娘，术后注意事项都在上面，记得按时吃。单子，姑娘，术后注意事项都在上面，记得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，1个月内别碰凉水，别做重活。我接过单子，点了点头。护士看着我一个人，又问：你家人呢？怎么没人来接你？我笑了笑，他们有事。走出医院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打了辆车回家，一路上，司机师傅看我脸色不好，还问我是不是不舒服，要不要送我去附近的诊所。我摇了摇头，说没事。回到家，推开门，客厅里一片狼藉。早上我擦干净的地砖上又多了几滩呕吐物，沙发上扔着林微微的外套和围巾，茶几上放着几个空的零食袋和饮料瓶，餐桌上的外卖盒还在，里面的小米粥早就凉透了。我走过去，打开盒盖，一股馊味扑面而来，手机屏幕亮了，是沈一周的微信消息，就是我进门时看到的那几条。我看着消息，突然觉得很可笑，他还记得给我点外卖，却不记得我刚做完手术，需要人照顾。他记得林微微怕黑，要注刺我，却不记得这个家本来是我的。我走进卧室，打开衣柜，开始收拾东西，护照、身份证、银行卡，还有几件常穿的衣服，我把它们放进那个红色的行李箱里。属于这个家的东西，我一样都不想带。沈一周买的衣服，他送的首饰，还有那枚婚戒，我把婚戒摘下来放在床头柜上。戒指是铂金的，戴了3年，内侧已经磨得有些发亮，上面刻着我和他的名字缩写。曾经我以为这枚戒指会陪我一辈子，可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场笑话。收拾完东西，我走到玄关，看着垃圾桶里的红玫瑰，花瓣已经蔫了，失去了早上的娇艳。我弯腰把行李箱提起来，走到门口。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沈一周和林微微回来了。林微微手里拿着一个打包盒，里面装着帝王蟹的蟹壳，沈一周手里拿着一个冰淇淋甜筒，正喂给林微微吃。看到我提着行李箱，沈一周愣了一下：婉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走了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很平静：走，你去哪？他皱了皱眉：你刚做完手术，身体还没恢复，不能走，微微还等着你来照顾她呢。林微微靠在沈一周怀里，怯生生地看着我：嫂子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一哥带你出来吃好吃的，忘了给你带，不关你的事。我打断他，目光落在沈一周身上：沈一周，我们离婚吧。沈一周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：苏婉，你别闹了，我知道你刚做完手术心情不好，可你也不能说离婚啊。我没闹，我提起行李箱，绕过他们往门口走。离婚协议我会寄给你的，你签字就好。苏婉，沈一周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很大，捏得我生疼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了这点小事你就要离婚？小事？我看着他突然笑了：沈一周，你逼我打掉我们的孩子，让我照顾你的女兄弟，把我的家让给他住，这在你眼里只是小事。他的手松了一下，眼神有些闪躲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什么？只是觉得我不重要，觉得我们的孩子不重要，只有林微微重要，对吗？我甩开他的手：沈一周，我累了，不想再跟你耗下去了。我推开门走了出去。沈一周想追上来，林微微却突然拉住他：一哥，我肚子痛。沈一周的脚步顿住了，却突然拉住他：一哥，我肚子痛。沈一周的脚步顿住了，我没有回头，提着行李箱一步步走下楼梯。楼道里的声控灯因为我的脚步亮起来，照亮了我前方的路。小腹的坠痛感还在，可我却觉得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走出小区大门时，我掏出手机给沈一周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：沈一周，我们完了。然后按下了关机键。我在离小区不远的酒店开了个房间，房间不大，但很干净，窗外对着一条安静的街道，晚上没有那么多噪音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去医院复查。小腹的坠痛感慢慢消失了，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，半年后可以再要孩子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说不用了，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好好过。闺蜜夏冉每天下班后都会来看我，给我带她亲手炖的汤。她每次来都会骂沈一周几句，说他是个渣男，说我当初瞎了眼才会嫁给他。你猜怎么着？这天晚上，夏冉给我盛了一碗鸽子汤，脸上带着解气的表情：沈一周那孙子找你找疯了，给你打了800多个电话，都是关机，又跑来轰炸我。昨天晚上11点多，还跑来敲我家门，说要找你。我隔着门骂他，说你出国了，让他滚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就在我门口蹲了一宿。我早上开门一看，满地都是烟屁股，跟个流浪汉似的。夏冉说着，拍了拍我的手：你看吧，他现在肯定悔得肠子都青了。早知道当初就不该那么对你。我喝着汤，没什么表情，汤很鲜，可我却尝不出什么味道。他不是后悔了？我放下汤碗，
看着窗外的路灯，他是发现免费的保姆跑了，没人给他照顾林薇薇，没人给他洗衣做饭，所以急了。他洗衣做饭，所以急了。夏冉愣了一下，随即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行啊，婉婉，现在越来越清醒了，我还担心你会心软呢。心软？我笑了笑，我心早就死了，在他让我打掉孩子的那一刻就死了。夏冉叹了口气，没再多说，只是陪着我坐了一会儿。1个月后，我去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，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，以后注意休息就行。我拿着复查报告走出医生办公室，准备回家。路过妇科壁超市的时候，听到里面传来几个护士的聊天声，声音不算大，却清清楚楚地传进我耳朵里。又来闹了，这个林薇薇1个星期来闹了3回了，可不是吗？自己孕早期同房，孩子掉了，非要赖咱们主任，说主任让她做阴超才导致流产的，真够离谱的。她怀的还是3胞胎呢，不知道珍惜，居然还同房，谁知道呢？听说她男朋友早就跑了，现在就靠一个叫沈一舟的男人养着，那男人也是个傻子，被他骗得团团转。林薇薇3个字像惊雷一样炸在我耳边，我手里的复查报告啪地掉在地上，纸张散开，上面子宫恢复良好的字迹变得模糊，孕早期同房，流产，3胞胎，这些词在我脑子里反复冲撞，让我几乎站不稳。我扶着墙慢慢蹲下来，捡起地上的报告，原来林薇薇的孩子早就没了。那沈一舟知道吗？他还在为了一个早就不存在的孩子逼我打掉自己的宝宝。手机铃声突然响了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屏幕上跳动着一串陌生的号码，我以为是夏冉给我订的外卖，接了起来。喂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柔弱又无辜的声音，带着哭腔。接了起来。喂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柔弱又无辜的声音，带着哭腔：嫂子，我是薇薇，是林薇薇。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，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。我们没什么好聊的，嫂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她的哭声更大了，是我搞不清状况，害你和一哥吵架，你别生一哥的气了。他这1个月到处找你，人都瘦了一圈，晚上经常对着你的照片发呆。我知道你没了孩子，心里难受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。我不求你原谅我，只求你回家，我们3个人坐下来好好谈谈。我想当面跟你解释清楚所有的事情。我和一哥真的清清白白的，你别误会他。我握着手机，沉默了很久，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我要回去，我要看看这场闹剧到底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好啊，我开口，声音很平静。我回去，我打车回到之前的小区，站在熟悉的家门口，我输入了密码，是我和沈一舟的结婚纪念日，可屏幕却显示密码错误。我愣了一下，又试了一次，还是错误。原来他早就把密码改了。我从包里拿出一把钥匙，是刚搬进来时沈一舟特意给我配的备用钥匙。他当时搂着我的腰，笑着说：婉婉，万一密码锁坏了，你也能回家。钥匙插进锁孔，轻轻一转，咔嗒一声，门开了。玄关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，鞋柜上还放着我没带走的拖鞋，只是旁边多了几双粉色的平底鞋，是林薇薇的。我走进客厅，整个人都呆住了，这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我和沈一舟一起挑选的灰色布艺沙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米白色的蕾丝边沙发，上面堆满了粉色和白色的抱枕，看起来甜腻。色和白色的抱枕看起来甜腻又俗气。墙上我精心挑选的婚纱照被取了下来，换成了一整面照片墙。照片上全是沈一舟和林薇薇的合影，有他们小时候的照片，林薇薇扎着羊角辫坐在沈一舟怀里；有他们高中时的照片，沈一舟背着林薇薇，笑得一脸灿烂；还有最近的自拍，背景就是这个客厅，林薇薇靠在沈一舟肩上，手里拿着冰淇淋，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。空气里飘着一股甜腻的奶油香气。餐桌上摆着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，上面用巧克力酱写着一哥生日快乐，旁边放着5颜6色的气球和拉花，彩带从天花板垂落下来，一片喜庆的景象。而我穿着一身简单的牛仔裤和 T 恤，站在这片陌生的温馨里，像个闯入者。嫂子，你怎么没敲门？主卧的门开了，林薇薇走了出来，她穿着一身粉色的孕妇睡裙，头发松松的挽着，脸上带着精致的妆容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刚流产的人。这是我家，需要敲门吗？我看着她，语气很平静。林薇薇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很快又恢复了那副柔弱的样子。嫂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家里这些都是我布置的。今天是一哥的生日，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他这1个月为了找你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整个人都快垮了。他低下头，声音里满是委屈。我寻思着，你们夫妻俩总不能一直这么僵着，我就自作主张给你打了电话，请你来，也把一哥的朋友们都请来了，想借这个机会让你们和好。嫂子，一哥他知道错了，他真的很想你，你别生他的气了，好不好？他一边说一边，嫂子，一哥他知道错了，他真的很想你，你别生他的气了，好不好？他一边说一边慢慢向我走过来，试图拉我的手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他的手。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又很快笑了起来。嫂子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只要你和一哥能好好的，你要实在不解气，踹我肚子都行。他说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，大颗大颗的砸在睡裙上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毕竟如果不是为了照顾我，一哥也不会让你去流产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怀孕，不该麻烦你们，所以我打断他的表演，平静地看着他。沈一舟，知道你流产了吗？林薇薇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猛地抬起头，脸上满是错愕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你说什么？装傻？我扯了扯嘴角，往前走了一步，她下意识的后退，被抵在了餐桌上，胳膊肘碰到了一个气球，砰的一声，气球炸开了，吓得她浑身一颤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还需要我重复一遍吗？我走到她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你因为孕早
早期同房，导致3胞胎流产这件事，沈一舟知道吗？他的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，眼睛里满是惊恐，像见了鬼一样。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替他把话说完。林薇薇，我不是沈一舟，没那么好骗，别在我面前演你那套无辜可怜的戏码。我看着恶心，他的身体晃了晃，好像随时要晕过去，可我没有半分同情。他欠我的，欠我孩子的，这点惊吓算什么？我拉开餐桌旁的椅子，坐了下来，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推到他面前。我今天回来，不是为了和沈一舟和解，更不是为了管你们这些破事。我抬起眼，一字一句地说。你们这些破事，我抬起眼，一字一句地说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要和他离婚。林薇薇看着桌上的离婚协议，又看看我，眼神里满是慌乱。她伸手想去抓我的胳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嫂子，你别开这种玩笑，你和一哥那么好，怎么能离婚呢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们了。我搬出去，我现在就搬出去。”我侧身避开他的手，把离婚协议往他面前又推了推：“你的事与我无关，前提是你让沈一舟签字，求求你，嫂子，这事别告诉一哥。”林薇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抓住我的裤腿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。3胞胎确实没保住，我想迟一些自己告诉他，我不想让他担心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，别告诉他，好不好？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很可笑。当初他逼我打掉孩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可怜我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对你们的破事没有兴趣。我站起身，抽回自己的裤腿，只要沈一舟签了字，我一句话也不会多说。就在这时，林薇薇的手机响了，她的哭声一下子哽在喉咙里，慌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看到来电显示时，脸色瞬间变了，是沈一舟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。喂，一哥，不用给我带小面包了，你直接回来吧，嫂子来了。挂了电话，林薇薇的腰杆一点点挺直了，她脸上的惊慌和委屈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恃无恐的得意。刚才那个柔弱可怜、苦苦哀求的女人，好像从来都没存在过。她从地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，抱着胳膊，好整以暇地打量着我，唇边勾起一抹讥讽的笑。苏婉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皱起眉没说话。你真以为一哥爱你？他轻笑一声，缓缓走到我面前，离我很近，近得我能闻到他身上甜腻的香水味。他要是爱你，会为了我让你去打胎，会让你擦我的呕吐物，会把你的婚纱照换成我和他的照片。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毒蛇的信子，一字一句地钻进我耳朵里。你不知道吧？一哥出差那几天，我前男友回来找我了，我们就在你和他的婚床上做的，那床还挺舒服的，不愧是你亲自选的，花了不少钱吧？我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耳边，嗡嗡作响，小腹的位置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坠痛。不是身体上的，是心里的，像有一把刀在反复切割，结果不小心玩得太过了。他摊了摊手，一脸无辜的样子，可惜了我的3胞胎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打算生下来，我就是好奇，一哥能为我做到什么地步？事实证明，他真是我的好兄弟。他笑着，眼里满是得意，为了我，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放弃。苏婉，你说他是不是很爱我？他伸出涂着大红色指甲油的手，点了点桌上的离婚协议。你说他蠢不蠢？为了3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逼着自己老婆打掉了亲生骨肉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上下扫视着我，他蠢，你比他还蠢，居然会嫁给他，一个连自己孩子都保不住的女人，一个被丈夫弃之如敝履的垃圾。你以为我会害怕？滚出去！我指着门口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嘶哑。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！你的房子！林薇薇笑得花枝乱颤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苏婉，你还没睡醒吧？一哥早就……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苏婉，你还没睡醒吧？一哥早就把这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了，你没看房产证吗？这里马上就是我的家了，你和你的那些破烂玩意儿早就该被扔出去了。他说着，走到那面照片墙前，得意地抚摸着他和沈一舟的合影。你以为一哥真的后悔了？他只是做给外人看的，在他心里，最重要的始终是我，只有我，你不过是他用来应付家里的工具而已。现在工具没用了，当然要扔掉。我看着他得意的嘴脸，心里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，我忍无可忍，一把挥开他抚摸照片的手。林薇薇，你真让我恶心，恶心！他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那还有更恶心你的事，你知道你老公平时是怎么舔我的吗？他会给我洗袜子，会给我吹头发，会……你闭嘴！我气血翻涌，理智的弦彻底崩断。我扬起手，狠狠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啪的一声，清脆的响声在客厅里回荡。林薇薇被打得偏过头，脸上瞬间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巴掌印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居然笑了，笑得诡异又得意。她立刻捂住肚子，缓缓地软倒在地上，表情痛苦地扭曲起来，声音凄厉地哭喊：啊，我的肚子好痛！一哥救我！嫂子要杀了我！几乎是同时，大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，沈一舟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小面包。他一眼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林薇薇，还有我僵在半空的手。苏婉，你疯了！沈一舟把手里的塑料袋往地上一扔，小面包洒了一地。他冲过来，一把将我狠狠推开，我没站稳向后倒去，后脑勺咚的一声撞在墙上，疼得我眼前发黑。他没管我，连忙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将林薇薇扶起来，护在怀里，手轻轻拍着她的背。薇薇，你怎么样？肚子痛吗？有没有事？林薇薇靠在他怀里，浑身发抖，眼泪像断了
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。一哥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劝劝嫂子，让她别和你吵架了。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们，我搬出去。可没想到嫂子咒我流产，还说要和你离婚。她哽咽着，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叫。一哥，嫂子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，别吵架好不好？他那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，看得沈一舟心疼的无以复加。他抬起头看向我的眼神，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。苏婉，你不是要和我离婚吗？好，我同意，我现在就跟你离。我扶着墙慢慢站稳，后脑勺的疼痛让我一阵阵发晕。我看着沈一舟，突然觉得很可笑。那很好，我走到餐桌旁，拿起桌上的离婚协议，递到他面前。沈一舟签字。沈一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好像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。半晌，他才咬着牙说：“苏婉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微微都这样了，你还在想你的离婚？你就这么盼着我们离婚吗？我有没有人性？你心里清楚。”我平静地给他递了一支笔，不愿意签。他猩红着双眼，一把抓过我手里的笔，手腕用力，在离婚协议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字迹龙飞凤舞，潦草又愤怒，像他此刻的心情。离，我特么早就想离了。他把签好字的协议狠狠砸在我脸上，纸张锋利的边缘划过我的脸颊，留下一道细微的刺痛。苏婉，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，你自私恶毒。痛。苏婉，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，你自私恶毒，你简直让我失望透顶。我弯腰慢慢捡起那份离婚协议，纸张上沾了我的眼泪，却让我觉得无比轻松。这是我这3年来得到的最解脱的东西。上面的签名虽然潦草，却是沈一舟这3年来写过的最好看的字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紧接着门外传来一群人的嬉笑声，还有男人的大嗓门：“一舟开门啊，寿星公躲哪儿去了？我们给你带了礼物，是不是跟嫂子在里面亲热呢？呵呵呵，快开门！是沈一舟的朋友们，他们来给沈一舟过生日了。”沈一舟抱着林微微，脸色铁青地站在原地，眼神里满是慌乱。他显然没料到朋友们会来得这么快，更没料到会是现在这副场面。门没关严，外面的人推了一下，门就开了，几个男人走了进来，为首的是张明远，他是我和沈一舟的证婚人，也是沈一舟最好的兄弟。Surprise， 生日快！张明远的话卡在了喉咙里，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。客厅里一片狼藉，气球破了好几个，彩带掉在地上，小面包撒了一地，生日蛋糕孤零零地立在餐桌上，上面的巧克力酱因为温度高已经开始融化，气氛诡异的可怕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林微微微弱的啜泣声。张明远看着沈一舟怀里的林微微，又看看我脸上的巴掌印和后脑勺的红印，皱起了眉。一舟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生日怎么搞成这样？沈一舟像是找到了宣泄口，指着我怒吼道：“都别特么傻站着了，快叫救护车！微微怀着3胞胎，她要是有事，我让苏婉偿命。”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，有惊讶，有疑惑，还有惊讶，有疑惑，还有鄙夷。张明远旁边的一个男人小声嘀咕：“看不出来嫂子是这种人，居然对孕妇下手。”就是啊，亏一哥这个月还为他茶饭不思，到处找他，结果他倒好，回来就打人。微微姐都怀孕了，下手这么重，也太狠了吧！那些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，可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委屈。我只是看着沈一舟，看着他怀里的林微微，等着看这场闹剧到底会怎么收场。老陆，你说什么胡话？张明远皱着眉走过来想劝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清楚，别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。小婉不是那种人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！沈一舟一把推开张明远，眼神猩红的看着我。我亲眼看见的，他打了微微一巴掌，他就是嫉妒微微怀孕了，想让微微流产，他就是个恶毒的女人。张明远看向我，语气带着一丝疑惑：“小婉，你跟一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夫妻之间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谈？你跟我说说，到底怎么了？”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慢条斯理的将那份签好的离婚协议折好，放进包里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了我的手机。沈一舟以为我要打电话求救，更加暴躁：“你还想找谁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谁来都救不了你。微微要是有事，我饶不了你。”我没理他，只是解锁手机屏幕，指尖在上面轻轻一点，下一秒，林微微那娇柔又得意的声音从手机里清晰的流淌出来，回荡在客厅的每一个角落。一哥出差那几天，我前男友回来找我了，我们就在你和他的婚床上做的，那床还挺舒服的，不愧是你亲自选的。结果不小心玩得太过了，可惜了我的3胞胎，不过没关系。亲自选的，结果不小心玩得太过了，可惜了我的3胞胎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打算生下来，我就是好奇，一哥能为我做到什么地步？你说他蠢不蠢？为了3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逼着自己老婆打掉了亲生骨肉。客厅里瞬间鸦雀无声，沈一舟抱着林微微的身体僵住了，脸上的愤怒和心疼凝固在那里，像一尊雕塑。张明远和其他几个男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手里的手机，又看看沈一舟怀里那个刚刚还气若游丝的女人，眼神里满是震惊。录音还在继续播放，那还有更恶心你的事，你知道你老公平时是怎么舔我的吗？他会给我洗袜子，会给我吹头发，会闭嘴。一声凄厉的尖叫打破了寂静，不是我，是沈一舟。他猛地抬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怀里的林微微，眼神里满是不敢相信。而林微微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挣扎着从沈一舟怀里爬起来，伸手就要抢我的手机，声音因为恐惧而变得尖锐：“苏婉，你居然录音，你太卑鄙了，快把手机给我！”她的脸上再也没有了柔弱和痛苦，只剩下极致的惊恐和慌乱，像一只被抓住的狐狸。我后退一步，轻易地避开了她的手，手机还在播放着录音。
音。林薇薇的声音一遍遍地回荡在客厅里，像一记记耳光，狠狠扇在沈一周的脸上。沈一周终于有了反应，他慢慢低下头，看着怀里的林薇薇，声音沙哑的像砂纸摩擦。薇薇，录音里真的是你吗？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，是不是？林薇薇的身体彻底软了下去，她瘫在沈一周怀里，眼泪掉了下来，却不再是之前的委屈，而是恐惧。不是的，一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是的，一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是苏婉逼我这么说的，是他拿着刀威胁我，让我这么说的，你相信我？一哥，逼你？我轻笑一声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将手机屏幕转向他，屏幕上显示的是监控录像的界面，是我今天回来之前在手机上连接的家里的监控。孟小姐，这不是我的录音，是家里的监控，你要不要看看你刚才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有多精彩？监控画面里，林薇薇抱着胳膊，得意地嘲讽我说她和沈一周在婚床上的事，说她故意流产，每一个画面，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。林薇薇看着屏幕，身体开始发抖，最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。沈一周看着监控画面，又看看跪在地上的林薇薇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，最后变得惨白如纸。他猛地站起来，一把推开林薇薇，后退了几步，眼神里满是震惊、愤怒和失望。你骗我！他的声音颤抖着，你说你怀孕困难，你说你很珍惜这个孩子，你说苏婉欺负你，你全是骗我的。林薇薇趴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一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多关心我一点，爱我。沈一周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你所谓的爱，就是骗我打掉自己的孩子，就是在我的婚床上和别的男人乱搞，就是让我变成一个笑话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悔恨和痛苦。婉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信他的话，我不该逼你打掉孩子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沈一周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沈一周，太晚了，我们早就结束了。从他决定牺牲我的孩子，去成全他和林薇薇的兄弟情时，我们之间就已经完了。闹剧最终以林薇薇被沈一周赶出门落幕。沈一周的朋友们看着这场荒唐的戏，脸色都很难看。张明远拍了拍沈一周的肩膀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带着其他人走了。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沈一周两个人，还有那个没来得及吃的生日蛋糕。婉婉，我真的错了。沈一周走到我面前，想拉我的手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会弥补你的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我们沈一周，我打断他，离婚协议我会尽快拿去公证，财产分割我没什么要求，这套房子我也不要了，就当是给我那个没出世的孩子的补偿。我顿了顿，看着他，语气平静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说完，我转身提着我的行李箱，一步步走向门口。沈一周没有再拦我，我走到门口时，听到他在我身后哭了，声音压抑又痛苦。婉婉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没有回头。有些错误一旦犯了，就再也无法弥补；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愈合。我打车去了机场，买了一张去南方的机票。我想离开这个城市，离开这里的一切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到了南方的城市，我租了一个小公寓，离海边很近。每天早上，我都会去海边散步，吹吹海风，看着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。下午的时候，我会去附近的书店看书，或者在家写写东西。日子过得平静又安稳。沈一周的事情都是夏冉告诉我。我走后，沈一周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所。我走后，沈一周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，恢复了我之前喜欢的样子，还把那面照片墙拆了，重新挂上了我们的婚纱照。可他再也没有找到我。我换了手机号，换了微信，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。林薇薇被赶出去后，日子过得很不好，她没有工作，又被前男友抛弃，走投无路，只能不停地纠缠沈一周，向他要钱。而沈一周因为这场闹剧，在朋友圈里彻底声名狼藉，朋友们都觉得他拎不清，慢慢的和他疏远了。公司里的同事也在背后议论他，说他是个恋爱脑，被女人骗得团团转。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林薇薇身上，他恨林薇薇欺骗了自己，更恨林薇薇让自己失去了我，失去了孩子，失去了朋友和名誉。他开始疯狂地报复林薇薇，他把林薇薇和她前男友的聊天记录、亲密照片发到了林薇薇老家的亲戚群里。林薇薇的父母本来就重男轻女，看到这些东西，觉得颜面尽失，把林薇薇从家里赶了出去，还跟她断绝了关系。他还去林薇薇父母家闹，说林薇薇骗他害死了自己的孩子，让他的名誉和精神都受到了巨大损失，要求林家赔偿他的损失。林薇薇的父母被他闹得不得安宁，最后只能报警。林薇薇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精神也开始变得不正常。他开始反过来报复沈一周，他去沈一周的公司闹，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，在公司门口又哭又闹，说沈一周搞大了他的肚子，又始乱终弃，害他流产，还不给他赔偿。他还去沈一周住的小区闹，见人就说沈一周的坏话，说他是个渣男，骗女人感情，害女人流产。两个人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，把彼此的生活搅得一团糟。他们的结局是在半年后那天，夏冉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唏嘘。婉婉，你知道吗？沈一周和林薇薇出事了。我正在海边散步，海风轻轻吹着我的头发，我愣了一下，怎么了？林薇薇又去沈一周家堵他，要他给钱，两个人又吵起来了。
吵得很凶，还动手了。夏冉的声音顿了顿，沈一周失手把林薇薇推下了楼梯，林薇薇头撞到了台阶上，没救过来。沈一周没跑，自己报了警。现在警方已经立案了，初步判定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。我握着手机，站在海边，看着远处的海浪一次次拍打着沙滩，心里没有一丝惊讶，也没有一丝快意，只是觉得一切都结束了。他们用最惨烈的方式为自己的愚蠢和恶毒付出了代价。夏冉还在电话里说着什么，说沈一周在警局里哭得撕心裂肺，说他后悔了，说他想再见我一面。我听着，慢慢挂了电话。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吹在我脸上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往回走。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落在沙滩上。过去的那些痛苦和委屈，好像都被这海风带走了。我的生活终于可以彻底翻篇了。3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不是因为沈一周的案子，而是因为离婚财产分割。沈一周名下还有一套婚前房产，需要我签字确认放弃继承权。律师告诉我，沈一周想见我，说有话要跟我说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答应了，不是因为心软，而是因为我想亲自跟他告别，告别过去的自己，告别那段不堪的婚姻。见面的地点，告别过去的自己，告别那段不堪的婚姻。见面的地点在监狱的探视室。我走进探视室时，沈一周已经坐在里面了，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。我看着他，他穿着灰色的囚服，剃着光头，脸上没有了之前的意气风发，只剩下疲惫和憔悴。曾经挺拔的肩膀塌了下去，囚服穿在他身上空荡荡的，显得他格外瘦削。他的手指关节粗大，指甲缝里还沾着灰，眼底的红血丝像蛛网一样蔓延，整个人看起来老了10岁。看到我，他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点光，他连忙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手抖得厉害，好几次都没拿稳。婉婉，婉婉，他对着电话一遍遍地呼唤我的名字，声音沙哑的像砂纸摩擦，眼泪顺着他凹陷的脸颊滑落，滴在囚服上，晕开一小片水渍。我也拿起电话放在耳边，婉婉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他的声音里满是悔恨，我不该逼你打掉孩子，我不该信林薇薇的鬼话，我不该对你那么坏，都是我的错，我错了。他不停地道歉，一遍又一遍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如果我没有那么混蛋，我们的孩子现在应该快出生了吧？他捂着脸，肩膀不停地颤抖，泣不成声。我有时候会做梦，梦见我们的孩子是个女孩，眼睛像你，笑起来有个小梨窝，她会叫我爸爸。我静静地看着她，听着她的哭声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那些痛苦的日子，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，那些小腹上的坠痛，早就已经刻在了我的骨血里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。沈一周，我开口，声音很轻却很清晰。他立刻抬起头，满怀希冀地看着我，眼睛里闪着光，仿佛我接下来的话能给他带来救赎。婉婉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你是不是愿意等我？我会好好改造，我出去以后会好好补偿你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谢谢你。我打断他的话，看着他，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。他愣住了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好像没听懂我的话。谢谢我？是啊，我点了点头，语气很平静。谢谢你当初那么坚决地逼我打掉了那个孩子。他的表情僵住了，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一辈子都要跟你这样的人渣捆绑在一起，在那个没有温度的家里，看着你和林薇薇上演一幕幕恶心的戏码。我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恨，只有释然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都无法脱离那个泥潭，永远都不知道原来一个人也可以过得这么好。所以沈一周，谢谢你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，是你亲手给了我新生。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，最后变得惨白如纸。他张着嘴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，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，最后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和绝望。我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没有再说话，挂了电话。我站起身，最后看了他一眼，这个亲手毁了我半生，又成全了我后半生的男人，从此将永远留在我的过去里。我转身，毫不留恋地走出了探视室。门外的阳光很灿烂，透过窗户洒进来，落在我身上，暖暖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中满是自由的味道。远处的天空很蓝，飘着几朵白云。我的未来还有很长很长，再也不会被过去的阴影笼罩。我迈开脚步，一步步走向阳光里，走向属于我的崭新的人生。我午睡正沉，迷迷糊糊间突然被一股刺鼻的煤气味呛得猛咳，胸腔里像塞了团烧红的棉絮，连呼吸都带着灼痛感。阳光透过窗帘缝隙落在地板上，可那股味道却越来越浓，浓到让我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不是厨房漏煤气的淡味，是有人在故意放气。我跌跌撞撞爬起来，连鞋都没穿就往门口跑，手刚碰到门把手就顿住了，万一有电火花，整个楼道都得炸。我咬着牙退回屋里，摸黑找到电闸盒，啪的一声关掉总闸，又抓过手机拨了110，声音都在发颤。警察同志，我家楼道有人故意放煤气，就在我家门口，太危险了。等我裹着外套打开门时，煤气罐的阀门还在丝丝往外喷气，银白色的罐体在昏暗的楼道里泛着冷光。我捂着鼻子往后退，刚退到楼梯口，就看见楼上的李美娟穿着粉色珊瑚绒睡衣，头发乱糟糟的跑下来，弯腰就去搬煤气罐，嘴里还嘟囔着，这下轻多了，刚才沉得要死。她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像在搬一袋土豆。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李美娟，你有没有常识？煤气罐能随便放气吗？会爆炸的。吵什么吵？一个粗嗓门突然从楼上传来，王强光着膀子跑下来，啤酒肚随着脚步晃悠，他一把将李美娟搂进怀里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你说话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吓到我家宝宝你赔得起吗？李美娟立刻收了刚才的随意，往王强怀里缩了缩，泪眼婆娑的扬起脸，老公，他好凶啊，女孩子怎么能这么凶呢？王强拍着他的背，捏着嗓子哄，宝宝乖不哭，咱们打他手手，让他知
拍着他的背，捏着嗓子哄：“宝宝乖不哭，咱们打他手手，让他知道厉害。”说着就扬起手，往我胳膊上狠狠拍了2下，钝痛感顺着胳膊传过来，我攥紧了拳头，刚要开口，就听见警笛声由远及近。警察走进楼道，闻到煤气味也皱紧了眉，严肃地问我：“你仔细想想，最近有没有跟人起过冲突？对方这么做很可能是蓄意谋杀。”谋杀2个字让我腿一软，刚要摇头，李美娟突然开口：“警察同志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煤气罐太沉了，我搬不动，放掉气才轻嘛。而且电梯今天坏了，我也是没办法就拿整栋楼的人命开玩笑。”我忍不住提高声音：“你知不知道一旦爆炸，楼上楼下都得遭殃，你家也跑不了。”李美娟吊着眼白了我一眼：“能有多危险？这不是没事吗？你年纪轻轻，心眼子真小。”我看着她这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突然想起半个月前在电梯里的事。那天我刚进电梯，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汗臭味，还夹杂着没洗的袜子味。明明是秋天，那味道却浓得让人窒息。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朋友攥着小熊玩偶，下意识捂住鼻子，好臭臭，有人身上臭。李美娟当时就站在小朋友旁边，听见这话立马瞪圆了眼，声音又尖又细：“你这小孩怎么说话呢？这是男人的味道，你懂不懂？”王强站在旁边，脸上有点尴尬，小声说：“晚上我自己洗洗衣服吧。”可李美娟飞快地伸手捂住他的嘴，指甲上的红色指甲油掉了一半，看着格外刺眼。“怎么能让你干活？这些事都该我们女人干。”王强立马露出心疼的表情，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：“那怎么行？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宝干这些？你的双……那怎么行？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宝干这些？你的双手必须保持白嫩光滑。”两人旁若无人地秀着恩爱，完全没管被吓哭的小朋友。小朋友的奶奶穿着藏青色外套，手里拎着菜篮，忍不住开口：“你们不能好好说话吗？孩子还小，只是下意识说的。”李美娟却红了眼，往王强怀里靠：“老公，人家这是看不起咱们呢，咱俩起早贪黑摆摊，累得一身汗。他每月拿退休工资，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”一句话堵得奶奶没了声，电梯里的其他人也都低着头，没人敢再说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李美娟哪里是没常识，她分明是知道危险，才故意把煤气罐对着我家放气。所以你是故意的？我冷笑一声：“要是不知道危险，怎么不对着你自己家放气？你真是又蠢又坏。”你说谁又蠢又坏？王强猛地松开李美娟，撸起袖子就要冲过来，李美娟却突然收起了刚才的委屈，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，站在原地抽噎起来。王强瞪着我，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：“你说话这么大声干什么？想吓死我家宝宝吗？他要是有个好歹，你赔得起吗？”说完，他转头看向李美娟，声音瞬间软下来，捏着嗓子哄：“宝宝别怕，老公来了，咱们不和他计较，咱们打他手手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的手就朝我胳膊挥过来，这次我没躲，硬生生受了2下，胳膊上传来一阵麻痛。我转头看向警察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：“警察同志，他这算不算先动手打人？”警察皱了皱眉，看了看王强，又看了看我，迟疑了几秒才点头：“算。”得到肯定的答复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反手就朝王强的脸扇了过去，啪的一声扇了过去，啪的一声脆响，楼道里瞬间安静下来。王强懵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手还停在半空中，似乎没反应过来我敢打他。李美娟见状，尖叫着就扑过来要抓我的头发：“你敢打我老公，我杀了你！”我侧身躲开，反手又给了他一耳光，这一耳光用了力，李美娟捂着脸，眼泪刷的就流了下来，尖叫着：“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”够了！警察上前一步，拦住还要扑过来的李美娟，脸色严肃：“当着警察的面还敢威胁人！”李美娟顿了顿，立马换了副委屈的样子，指着我：“是他先动手打我们的，我只是放了点煤气，又没出事，他凭什么打我？凭你蓄意危害公共安全，凭你老公先动手打人。”我嗤笑一声，还有把煤气罐打开放在我家门口，你是不是想谋杀我？警察同志，我要告他蓄意谋杀。警察看了我一眼，轻轻摇了摇头，这个动作没被李美娟看到，她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声音也弱了下去：“凭什么告我谋杀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就算不是谋杀，你也犯了妨碍公共安全罪。”警察拿出记事本，情节严重者要判刑，现在你必须向这位女士道歉，另外还要罚款1000元。1000元！李美娟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哪有这么严重？我就是放了点气而已，凭什么罚这么多？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王强脸色也不好看，但还是先开了口，伸手拍了拍李美娟的头，语气带着点不耐烦，却还是装着宠溺的样子：“不好意思，这事是我们的错，你也知道，我老婆就是个小迷糊蛋，她不是故意的，我可不知道我瞥了她一眼，我只知道她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，人品还差。你李美故意的，我可不知道我瞥了她一眼，我只知道她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，人品还差。”你李美娟的脸从白变红，像煮熟的虾子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，最后憋出一句：“我们道完歉了，可以走了吧？”“走什么？罚款还没交呢。”我悠悠开口，看着李美娟瞬间变青的脸，心里没半点同情。李美娟立马换了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拉着警察的胳膊哀求：“警察同志，我们2口子靠摆夜市糊口，连房子都租的，哪有1000块钱啊？你们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啊！”警察抽回胳膊，语气没丝毫松动：“这是规定，必须交。”王强见状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从口袋里掏出钱包，数了10张100的递给警察，脸色黑得能滴出水来。临走前，李美娟和王强都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那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了。第2天上班，我在小区门口的早餐店碰到了刘姐，刘姐买了豆浆油条，看到我就挥了挥手：“张楠，昨天楼道里闹哄哄的，是不是李美娟那2口子又搞事了？”我点了点头，把煤气罐的事跟她说了一遍。刘姐听完，猛拍了下胸口，油条都差点掉在地上，幸好没出事。不是我爱说别人闲话，他俩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你不知道，上次我差点跟他俩打起来。刘姐咬了口油条，气鼓鼓地说：“我跟他一层楼，平时快递都放在家门口的快递篮里。上次我买了套护肤品，商家特意送了试用装，说要是不合适可以退正装。结果我妈下楼遛弯，没及时拿，等我下班回来，快递被人拆了，
防伪码还被刮了，我赶紧调监控，你猜怎么着？是李美娟，她从西头走到东头，专门绕到我家门口，拿起快递就拆，拆完还对着镜头笑了笑，专门绕到我家门口，拿起快递就拆，拆完还对着镜头笑了笑。刘姐越说越气，我找她理论，她还叉着腰跟我喊，我这是帮你验真假，万一你用了假货烂脸怎么办？你还得谢谢我呢。她老公也在旁边帮腔，说什么我老婆好心好意，你别不知好歹，还摆出要动手的样子。刘姐叹了口气，我也不敢跟他们撕破脸，我天天上班，家里就我妈一个老太太，万一他们报复怎么办？我跟着叹了口气，摊上这样的邻居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刚走出小区大门，就看到李美娟和王强拎着菜篮从菜市场回来，菜篮里只有一兜青菜和几个馒头。李美娟看到我，把菜篮往王强手里一塞，就冲了过来，把那1000块钱还给我。她摊开双手，理直气壮地看着我，好像我欠了她钱一样。我挑了挑眉，罚款是警察罚的，你找警察要去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钱又不是给我了，要不是你，警察能罚我钱吗？李美娟拔高声音，引来不少路人围观。你要是不报警，什么事都没有。要是你不把煤气罐放我家门口，我能报警吗？我顺着她的话反驳，所以这事啊，还是怪你自己。李美娟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脸色越发难看，眼眶又开始泛红，声音带着哭腔，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你知道1000块钱对我们有多重要吗？我上次都看见了，你去快递站拿了好多快递，说明你根本就不缺钱，你就不能把这1000块钱给我吗？1000块钱能买好多馒头和青菜了。他伸手抹了把眼泪，看起来格外可怜。我眯了眯眼，突然捂住嘴，假装惊讶，1000块钱很多吗？我上次买的面霜就1200，你这脸看着干巴巴的，是不是从来不用护肤品啊？说这话时，我特意提高了音量，周围的路人都看了过来。李美娟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手紧紧攥着衣角。我不用那些也好看，我老公说我天生丽质啊，我故意拉长语调，可我看你这手关节都红红的，还有茧子，不像是被宠着的样子啊。李美娟还没说话，王强突然把菜篮一扔，3步并作2步冲过来，脸涨得通红，像个煮熟的螃蟹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老婆天生丽质，根本就不需要用护肤品。他指着我，语气带着不屑，也就是你这样的拜金女才会这么看重男人的钱。我家宝宝跟你们不一样，他是个能吃苦耐劳的性子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们男人是绝对看不上的。我劝你赶快改改吧，要不然你连嫁都嫁不出去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抬起手腕，露出上面的银手镯，手镯上的珠子随着动作轻轻晃动。哦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嫁人了呗。我自己打工挣点钱，能买护肤品，能买首饰，何必多养一个男人呢？吃苦耐劳是好品质，但也没必要没苦硬吃吧。我看着王强，你天天让他摆摊做家务，自己除了叫他宝宝，还做过什么？王强气得目眦欲裂，手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。你懂什么？莫欺少年穷。现在的我你不屑一顾，以后的我，行了，我打断他的话，你都38了吧，还少年呢？是不是等你60岁了，还要说这样的话？那真是可怜你的女人了，吃了一辈子的苦，都没等来你这个少年翻身。王强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赶紧把李美娟搂进怀里，声音又软了下来。老婆，你别听他的，老公对你的好，你不是最清楚了吗？对不对？李美娟眼神放空，好像没听见他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点头，声音轻飘飘的，对，你说的对。看着他们俩的样子，我没再说话，转身就走。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没想到1个星期后，我又跟他们扯上了麻烦。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家门口，就看到快递盒被扔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不见了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打开手机查看门口的监控。这是上次听刘姐说快递被拆后，我特意装的。监控里，王强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楼道里，左右看了看，见没人，就拿起我家门口的快递，飞快地拆开，然后把手链揣进了裤兜里，又把快递盒扔回地上，若无其事地回了家。我气得手都在抖，立马就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敲响了李美娟家的门。王强开门的时候，脸上还带着笑，看到警察后，笑容瞬间僵住，语气也不自然起来。警察同志，怎么了？我们可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！警察没跟他废话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我们接到报警，有人盗窃，且证据确凿。听到证据确凿4个字，王强的脸色变了变，但很快又镇定下来，转头看向刚从卧室走出来的李美娟，语气装着宠溺：宝宝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以后好奇心不要那么重。上次你拆别人的快递，人家都生气了，你不是答应我，以后不会再好奇了吗？他伸手揉了揉李美娟的头发，眼神里满是无奈。老公不是怪你，只是不愿意让你再受委屈。李美娟愣住了，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摆着手解释：我没拆别人的快递。李美娟愣住了，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摆着手解释：我没拆别人的快递，这次真的不是我今天一天都没出门。王强却像是没听见一样，继续哄他：好了好了，我真的不会怪你，我帮你给他们道歉，你别担心，确实不是他拆的。我站在旁边冷冷开口。王强的手瞬间顿住，我把手机递给警察，屏幕上正播放着王强拆快递的画面，我家门口的监控拍得清清楚楚。赵光辉，快递是你拆的，东西也是你拿走的。李美娟闻言难以置信地看着王强，眼睛瞪得老大：老公，你怎么能把这事推到我身上？王强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赶紧拉过李美娟的手，语气急切：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是看你那天很羡慕她手上戴着的手镯，才想着也让你戴上，别人有的东西我会让你也拥有。李美娟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，眼神也软了，她看着王强小声说：真的吗？你是为了我？当然是为了你。王强赶紧点头，好像刚才推过的人不是他一样。我在旁边看得一阵恶心，嗤笑一声：你让你老婆也拥有的办法就是靠着偷靠着抢，你自己没本事给老婆买首饰，找什么理由呢？
出了事怕自己承担责任，怕自己掉面子，就把事推到老婆身上。你装什么呢？警察也一脸复杂的看着王强，接过我的手机，确认了监控内容后，对王强说，跟我们回警局做个笔录，另外把偷的手链还回来，罚款200块。王强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手链，那是我在拼夕夕凑单买的，才几十块钱。他低着头跟在警察后面，李美娟也赶紧跟上。临走前，警察看着他们俩。李美娟也赶紧跟上。临走前，警察看着他们俩，语气严肃：“你们2个注意一点，这才短短2个月，你们已经被不同的邻居投诉、报警了好几次了。再这样下去，社区会强制你们搬离的。”李美娟和王强的脸色都很难看，却没敢反驳。之后的几天，楼上安静了不少，偶尔能听到他们吵架的声音，李美娟的哭声和王强的骂声夹杂在一起，还有摔东西的声响。晚上路过夜市，也只能看到李美娟一个人守着摊，面前摆着几串没卖出去的麻辣串，她拎着重重的食材。看到邻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咋咋呼呼，只是低着头快步走。我以为他们会收敛一点，可没想到，没过多久，他们竟然开启了直播。那天刷短视频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刷到了一个账号，名字叫奋斗麻辣串夫妻，头像是李美娟和王强站在摊前，李美娟靠在王强怀里，笑得一脸甜蜜。点进去一看，里面全是他们摆摊的日常。早上5点去菜市场进货，王强扛着沉甸甸的箱子，李美娟跟在后面，偶尔帮着递个塑料袋。中午在家备菜，李美娟切菜，王强在旁边玩手机。晚上摆摊，李美娟招呼客人，王强坐在旁边刷视频。视频的配文都很励志，比如为了生活一起努力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可点赞量却少得可怜，每个视频只有10几个赞，评论也寥寥无几，大概是觉得短视频没流量。没过几天，李美娟就开了直播。刚开始直播间里没几个人，直到她谈起了自己的原生家庭，说自己从小吃苦，长大了嫁人生子，还要跟着老公在大城市摆摊，日子过得有多不容易。这话一出，直播间里瞬间涌进来不少人，都在安慰她。李美娟像是找到了流量密码，开始不断卖惨。在大城市生活真的很不容易，本地人都看不起我们，我们租住的小区里的邻居不是嘲讽我们身上脏，就是说我们没有素质，有什么事永远都是先怀疑到我们头上。她一边说一边抹眼泪。王强站在旁边，时不时拍她的背，语气心疼：“宝宝，别难过，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过上富太太的生活。我在家从来都不让她干家务，她的手是用来数钱的，不是用来干家务的。”有网友被感动了，发弹幕夸赞王强：“你真是个好男人，既要挣钱又要做家务，真的很不容易。”李美娟看到这条弹幕，想都没想就开口：“男人怎么能干家务呢？家务活都该是女人干的。”那位网友瞬间懵了，发了个问号：“那你们俩都不干家务，家里的脏衣服怎么办？所以邻居才会说你们身上脏的是吧？”王强见状，赶紧接过话茬，一脸无奈：“我想干，但我老婆心疼我，把活都揽过去自己干了。她总是这么懂事，让我特别心疼。”这话一出，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变了味。所以说你疼媳妇全靠一张嘴，活最后不还都是她干嘛？好一个我想干但她不让，这借口找得真溜。之前不是说不让她干家务吗？现在又说她把活揽过去，前后矛盾了吧？李美娟和王强的脸色都不好看，赶紧转移话题，可网友们根本不买账，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少，最后又只剩下几个人。本以为他们会就此放弃，可没想到第2天，李美娟的账号就发了个帖子，标题格外引人注目：求助，楼下的邻居整天针对我怎么办？不到1个月，他已经连续2次报警骚扰我们了。帖子里，李美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受害者。我知道他是故意针对我们的，因为整个小区最看不起我们的就是他，他瞧不起我们夫妻俩靠摆摊挣钱，可他的钱难道就干净了吗？我每天都能看见不同的男人进他的家，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女人的耻辱。这一次，他又污蔑我们偷东西，还报警来抓我们。网友们，我们除了搬家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帖子下面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都在安慰他，还有人骂我是恶毒邻居。我看着手机没着急回应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蹦跶多久。李美娟吃到了流量的甜头，这几天的直播里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。她特意开了美颜，脸上的瑕疵都被磨掉了，还说自己是纯天然没化妆，甚至在直播里说要给网友推荐自己常用的护肤品。我心里冷笑，看来她是想直播带货了。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，我家门前一到晚上就有动静。透过监控，我看到有3个陌生男人轮流站在我家门前，一个假装敲门，敲了几下就走；一个拿着手机假装打电话，眼睛却时不时往我家门上瞟；还有一个更离谱，站在门口来回踱步，好像在等人。他们的动作都很僵硬，一看就是在演戏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李美娟的账号就更新了视频，标题是：大家看看吧，就这短短2天时间，我楼下邻居家就进了3个不同的男人。视频里正是那3个男人在我家门口的画面。李美娟还配了文字，可我一点也不羡慕她，她这钱挣得脏。咱们新口的画面，李美娟还配了文字，可我一点也不羡慕她，她这钱挣得脏。咱们新时代的女性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。底下的网友们果然被误导了，她说的竟然是真的啊！我还以为她是故意引流找噱头呢。这2天3个也太乱了吧，怪不得她看不起摆摊的，原来自己靠这个挣钱啊！李美娟趁着这波热度，立马开启直播带货，卖的都是些廉价的护肤品和零食。直播间里人数不少，还有人在下单。就在她以为能大赚一笔的时候，我发布了一个视频，还特意买了流量推广。我的视频里先是放了煤气罐事件的报警记录和录音，然后是王强拆我快递的监控画面，最后是那3个男人在我家门口演戏的完整视频。视频的角落里能清晰的看到王强举着手机在拍照。视频配文很简单：面对恶意碰瓷和造谣，我选择用证据自证清白。这个视频一发布，瞬间就火了，网友们炸了锅，纷纷跑到李美娟的直播间里。原来是你在碰瓷。
词啊，还污蔑别人，太恶心了。那3个男人是你找来的演员吧？角落里的不是你老公吗？之前还卖惨，现在看来全是装的。李美娟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看到满屏的谩骂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她激动地大喊：滚出去！你们这些人都给我滚出去！还有那些退单的，你们什么意思？买了就是买了，为什么还要退？有没有一点诚信？不买就滚啊！你们这些黑心肝的人！她的脏话越骂越难听，直播间很快就被平台封禁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警察又敲开了李美娟家的门，我笑眯眯地站在警察身后，看着李美娟惊恐的脸。不好意思，我又报警了。这一次，你是不是也要继续去网上曝光我？我真的了。这一次，你是不是也要继续去网上曝光我？我真的好害怕啊！李美娟瞪着一双通红的眼，声音尖利：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明明都屏蔽了同城了，你为什么还会刷到我的视频？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他倒是先招了。警察的声音很严肃：你们夫妻俩涉嫌造谣诋毁他人，煽动网络舆论，跟我们去警局做调查吧。我不承认，不是我干的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李美娟尖叫着，想要往王强怀里躲。警察瞥了她一眼，拿出手机，账号都是实名制，你雇佣的那3个男人，我们也已经找到了，他们一个是你的表弟，另外2个是你老公家的亲戚，他们把你们的计划都说了。李美娟慌乱地乱转着眼珠，突然扑到王强的怀里，声音软糯下来，装着头晕：老公，我好害怕啊，我想回家，你抱我回去，我头好晕，这是犯法，不是你胡搅蛮缠就能逃脱的。警察上前一步，拉住李美娟的胳膊：走吧，别浪费时间了，我跟着去警局录了口供，录完后就可以离开了。孙云霞和王强还被扣留在警局，从始至终，李美娟都用怨毒的目光盯着我，好像要把我刻在骨子里。我无所谓的笑了笑，临走前故意对着她说了一句：李美娟，你对你老公可真好，什么事都是你冲在前面，为他挡风遮雨。今天他可是一句话都没说，要不是早就认识他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哑巴呢。李美娟的怨毒目光瞬间消失了，她茫然地看着我，又转头看向王强，王强却赶紧移开了视线。然后李美娟低下了头，长长的刘海遮住了她的眼睛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从警局出来后，我就没再关注他们夫妻俩的事，直到半个月后，我下班回家，在单元楼门口被李美娟堵了个正着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，看起来憔悴了不少。看到我，她就像疯了一样冲过来，抓住我的胳膊：张楠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在网上曝光我的事，我们现在要赔多少钱吗？我用力甩开她的手，皱着眉：你放手，有话好好说。李美娟踉跄了一下，站稳后声音带着哭腔：我们跟厂家签了合同，要卖5000块钱的货，结果直播间被封了，货卖不出去，还要赔5万块的违约金。这5万块我们怎么赔得起啊？原来她在直播带货前跟一家护肤品厂家签了合同，保证能卖出一定额度的货，现在不仅没完成，还因为她的负面新闻影响了厂家的形象，厂家直接把他们告了，要求赔偿违约金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：大姐，你在跟我闹呢？不是你先胡言乱语诋毁我的吗？怎么你还不允许我自证清白了？这5万块的违约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自己贪心，想靠直播赚钱，结果翻了车，能怪谁？这对你有什么损失？李美娟满脸的愤恨：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我们前半辈子的努力就都白费了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你就不能帮我们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我无所谓的开口，转身就要走。你站住！李美娟上前一步拦住我：我知道你有钱，你就不能借我们一点吗？等我们有钱了肯定还你。我看着她这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：李美娟，你跟王强这么多年，他除了叫你宝宝，给你买过什么？你天天摆摊做家务，累死累活，他呢，出了事就让你扛，连句维护你的话都没有，你到底图他什么？李美娟一愣，好像没听过这样的话。过了片刻后，她梗着脖子反驳：你懂什么？我老公最爱我了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我对着他撒娇，他把我宠成了宝贝。宝贝，我轻笑了一声，指了指他的手：宝贝的手会这么粗糙吗？宝贝会天天扛煤气罐，拎几十斤的食材吗？宝贝会连一瓶100块的护肤品都舍不得买吗？你去别人家做保姆，每个月还有工资，还有休息时间，你跟他在一起得到了什么？李美娟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可声音却越来越小。男人嘛，都这样，男人不都这样？我打断他：好男人会心疼老婆，会主动分担家务，会努力赚钱，让老婆过上好日子，而不是只会嘴上说宝贝，让老婆累死累活，出了事还让老婆扛。李美娟怔怔地看着我，眼神中的情绪翻涌，有迷茫，有不甘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动摇。说实话，我并不反对所谓的娇妻文学，每个夫妻都有自己的相处模式，只要他们不影响别人，在家怎么宠怎么腻歪都没问题。可李美娟和王强不一样，他们打着娇妻的名义，做着没道德没素质的事，还总觉得自己委屈，把所有的错都推给别人。如果我的话能让李美娟清醒一点，也算是积德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李美娟的觉醒竟然是这样的。大概过了1个星期，楼上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再也听不到吵架的声音。刘姐告诉我，李美娟跟王强大吵了一架后，就去应聘了保姆，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。我本以为她会就此安分下来，可没想到没过多久，我又在网上看到了她的消息。那天刷视频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叫陈姐聊生活的博主发了个视频，标题是遇到奇葩保姆，天天指手画脚，还幻想我老公喜欢她。我好奇的点了进去，结果一看到视频里的人，瞬间瞪大了眼睛。
博主吐槽的保姆竟然是李美娟。视频里，李美娟对着镜头，脸上带着不屑：“我真的没见过这么能花钱的女人，每天这个快递啊，收都收不完，天天都要吃水果，还非要吃进口的，一个月吃水果的钱都超过我的工资了。”她的话音刚落，评论区就炸了：“人家有钱愿意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嫉妒吧？做保姆还管主人家怎么花钱，管得也太宽了。”李美娟看到这些评论，立马回复：“她还不是靠老公，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找了个好老公。”网友们都笑了，人家老公愿意给她花钱，说明人家夫妻感情好，你羡慕也没用啊！你老公要是好，你怎么还出来做保姆？李美娟好像没看到这些嘲讽，又接着说：“我们老板是个特别好的人，就那次啊，我们老板买了一箱国外的饮料，我几天就喝完了，因为这个饮料实在是太好喝了，我一天要喝好几瓶。我刚想给老板说再买一点，快递就已经到家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板在时刻观察着我，知道我喜欢喝这个饮料，他马上就买来了。”评论区的嘲讽更厉害了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人家老板和老板娘还没喝呢，就让你给喝完了，人家不得不再买一箱？做保姆还想当小三，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。这不是之前那个碰瓷邻居的吗？怎么又去做保姆霍霍别人了？万能的邻居的吗？怎么又去做保姆霍霍别人了？万能的网友很快就扒出了李美娟之前的直播录屏，还有她造谣我的帖子。李美娟看到后赶紧删除了所有的视频，可还是晚了，博主直接把她辞退了。有一次坐电梯，我刚好碰到李美娟，她穿着一身新衣服，化了妆，正在跟朋友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听清楚了。我觉得我们老板就是喜欢我，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得意，但碍于老板娘在，他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就这么错过了，还挺可惜的。他有老婆，我有老公，你说我要不要经常给他发信息聊聊天？他收到我的信息应该也会很高兴的。我实在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原来他所谓的觉醒就是从依附王强变成了幻想依附雇主。被辞退后，李美娟又回到了夜市，和王强一起摆摊卖麻辣串。可这一次，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地干活了。有天晚上路过夜市，我看到他们的摊前围了不少人，走近一看，才发现李美娟和王强在吵架。李美娟叉着腰，指着王强的鼻子骂：“你一个男人，凭什么什么活都让我干？你没长手吗？”王强满脸诧异地看着她，好像不认识她一样。“宝宝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，别叫我宝宝。”李美娟尖叫着，把手里的盘子往地上一摔。“你看谁家的宝宝是我这样的？人家家的男人让自己老婆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就只会叫宝宝，有什么用？你除了会耍嘴皮子，还会干什么？”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。王强的脸色越来越黑，他看了看周围的人，又看了看李美娟，突然拿起餐车上的碗，想也没想就砸向了李美娟。“你疯了，在这儿丢人现眼！”李美娟尖叫着躲开，碗砸在地上，叫着躲开，碗砸在地上碎了一地。她也怒了，扑上去就抓王强的脸：“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”两个人瞬间扭打在一起，麻辣串撒了一地，又溅到了旁边的人身上。周围的人赶紧往后退，没人上前劝架。从那以后，我家楼上就再也没安静过，每天都能听到他们的争吵声、尖叫声，还有摔东西的声音。有时候深更半夜还能听到李美娟的哭声，吵得人根本睡不着觉。我本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吵下去，直到那天，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发生了。那天我在家看书，突然听到哐当一声巨响，像是有什么重物从楼上掉了下来，紧接着就是一个男人的惨叫，声音凄厉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我赶紧跑到阳台，往下一看，只见一个男人躺在小区的空地上，头底下是一大片鲜红的血，旁边还吊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个铁锅。周围的人很快就围了过来，有人拿出手机报警，有人叫了救护车。我刚想下楼看看情况，手机提示音突然不断响起，打开一看，是业主群的消息。你们知道吗？1506家的李美娟做饭锅起火了，直接把锅从窗户里扔出去了。什么？疯了吗？高空抛物是犯法的，砸到谁了？有没有事啊？砸到她老公王强了，刚下班回来，正好砸在头上，看着挺严重的。我的天，这也太吓人了！她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故意的，听说是锅起火了，她害怕就直接扔下去了，一点常识都没有。我看着群里的消息，心里一阵唏嘘。救护车和警车很快就到了，医护人员把王强抬上担架，盖上了白布，看样子唏嘘。救护车和警车很快就到了，医护人员把王强抬上担架，盖上了白布，看样子是没救了。王强的父母赶来后，一看到李美娟就扑上去打她，哭着骂：“你这个杀千刀的，我儿子就这么没了，你怎么不去死？”李美娟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却只是呆呆地站着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锅着火了，我害怕。”后来警察调查后给出了结果，李美娟做饭时油锅起火，她因缺乏生活常识且过度恐慌，将燃烧的铁锅从15楼抛下，导致王强当场死亡。她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和妨碍公共安全罪，且情节严重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李美娟被带走的那天，我刚好在小区门口碰到她，她穿着囚服，头发剪得很短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眼神空洞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嚣张和委屈。过了几个月，1506是搬进了新的住户，也是一对夫妻，和李美娟他们一样，靠晚上摆夜市卖小吃挣钱。每次偶遇他们，都能看到男人抢着拎沉甸甸的食材，把女人护在马路内侧，还会主动给女人买奶茶。女人也很体贴，会帮男人擦汗，收摊后一起打扫卫生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看起来格外恩爱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吧，互相体谅，互相照顾，一起努力，而不是靠嘴上的宝贝和虚假的宠溺，更不是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挡箭牌和出气筒。从那以后，楼上再也没有了争吵声，小区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只是每次路过夜市，看到那对爱的夫妻，我都会想起李美娟和王强，心里不禁感慨，如果李美娟能早点明白什么样的感情才是值得珍惜的，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。全文完。